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电视剧《长相思》发布冬至剧照，杨紫、张晚意等亮相。新京报讯12月22日，电视剧《长相思》发布冬至氛围感剧照，主演杨紫、张晚意、邓为、戴露娃、王弘毅、谭健次亮相。官方微博配文称：“人到冬至夜最长，可知相思胜夜长。”该剧将在腾讯视频播出，具体播出日期暂未公布。据悉，电视剧《长相思》由杨紫、张晚意、邓为、戴露娃、王弘毅领衔主演，谭健次特别主演，主要讲述了小妖杨紫是与枪玄张晚意是、涂山璟邓为是、赤水风龙王弘毅是、香柳谭健次是的恩怨情仇。张晚意新剧上星在播，靠一张动图刷屏，带爆地位恐怖宝。这2年有很多男演员通过古装偶像剧成功走红，所以有很多搭到了热门女演员，并且是大制作的古装剧中的男演员都被称为是带爆男艺人。在《长相思》这一部古装剧中，就有3位有爆红潜质的男艺人。《长相思》这部剧是由杨紫、张晚意、谭健次和邓为领衔主演。杨紫这几年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而且几乎每一年都能够给大家贡献一部热度和口碑兼备的优质作品。过去的几年里，他合作的很多男艺人都成功翻红，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杨紫都被大家称为有望男艺人的潜质。谭健次在拍摄这部剧之前就属于顺利翻红了，上半年他和金世佳合作主演的《猎罪图鉴》热度就非常高。这是一部高质量的悬疑剧，剧中谭健次饰演的是一位画师，翻红之后他的出镜率越来越高，不仅参加了大量的综艺节目，还选择了一些比较优质的剧本合作。邓为在这部剧中属于是男3号，但大家认为他有爆红的潜质，主要是因为他这2年参演了多部热门的古装剧，除了《长相思》之外，他还合作罗云熙、白鹿出演了《长月烬明》。这2部古装剧都是呼声比较高的，而且他能否顺利出圈，还要看之后角色的完成度。但在此之前，他先被曝光机场耍大牌，随后又被于正吐槽，不知道接下来是否会影响他的路人缘。自从《觉醒年代》播出之后，大家对张晚意的印象比较好，因为从正剧走出来的演员往往有一定的表演功底，而且在此之前他也曾出演过古装剧，他也是能够驾驭古装造型的。低调的实力派加上热门大制作的古装剧，大家一致认为张晚意接下来爆红的概率非常大。目前他的一部新剧正在湖南卫视上星播放，他的一张动图刷屏了，动图中是他在剧中的表现。看到这张图之后，网友们有一定的争议。之前他参演的《觉醒年代》中，很多演员都是实力派的前辈艺人，但这些艺人的对比下，他的演技依旧受到了认可。通过这部剧大量地圈粉，也有很多网友期待他后续的表现。他主演了《长相思》这部剧之后，就引来了很大的流量，加上公认的带爆男艺人的身份，他势必会受到更多的关注。这张动图确实是他表演的一部分，但是仅仅凭借一张图也并不能说明问题。大家还是应该去看过完整版的视频，再综合判断他的演技是好是坏。目前这部剧的收视效果看起来并不是很理想，片方前期也没有做好太充足的预热宣传。总的来看，张晚意现阶段还不具备扛剧的能力。这部剧既没有当红的流量艺人加盟助阵，题材也并不是当下年轻人喜欢的偶像剧或者是轻喜剧，播出效果上难免会有一定的压力。对于演员来说，选择好的剧本和适合自己的角色也至关重要。当然，大家也不能凭借一张动图就否定了张晚意的表现，期待他更多的作品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。02全程瞪眼，五官乱飞，勇敢的翅膀，男一把演技炸裂玩出新花样。想必这几个月观众都没有剧荒的困扰，但女主剧《风吹半夏》收官后，正午阳光出品的《县委大院》崭露头角。该剧上星央视播出后，收视和热度不俗。孔笙和胡歌再度合作，毫不意外地迎来大爆。该剧的剧情虽然以文戏居多，但矛盾够尖锐，随着剧情稳步发展，让观众有了追下去的欲望。古偶剧《月歌行》李徐璐和张彬彬这对新 CP 相当抢眼，高颜值演员配合虐恋戏码分分钟让人看得上头，布景和特效质感在线，达到了及格线以上的水准，热度数据可观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张晚意主演的《勇敢的翅膀》明明是罕见的飞行军旅题材，但播出后没能翻起太大的水花，在豆瓣上也是差评不断。
大家更是对男1号张晚意的演技提出质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晚意自从出演《觉醒年代》和《乔家的儿女》2部正剧之后，一直被冠以演技好的名头，借着这个势头做了不少宣传。但娱乐圈的宣传套路还是非常鲜明的，长得好看的演员明星会一直在美貌上下功夫，可是如果外形和别人比不了，那宣传方向就是演技好。县委大院里的万茜走的就是演技好的路子。张晚意的颜值如果放到同期的90小生里不算是特别出彩的，那么就只能被迫演技好了。那么她的真实演技就在这部《勇敢的翅膀》里体现出来了。剧中张晚意饰演的秦朗有些能力，但也是部队里的刺头，这种人设在军旅剧里并不新鲜。但张晚意到底是经验不足，把角色的意气风发和自信表演过度，显得有几分油腻在身上。和好友交流一起会被分到哪个团里的时候，这男主老自信了，直接瞪大眼睛，表示他过去是对方的福利，八字还没一撇的事情，这位眉毛都要挑到天上去了。厉害的来了，大家请做好准备，男主的兄弟出现意外住医院了。知道消息之后，男主接到了对方的一个视频电话，对面还没说2句话，男主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突然发疯，眼睛瞪大，面目狰狞，嘴巴变化出各种形态，五官齐飞，恨不得冲进去把好兄弟给吃了。见过夸张的，但夸张成这样的还是少有。挂断电话之后，男主突然像是人来疯一样狂摇围栏，龇牙咧嘴，没有一个正常表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狂躁症犯了，这演戏方式也太吓人了。不说男主全程都发疯，但大部分时间他确实都挺喜欢瞪眼睛。领导让男主去讲话，男主拒绝让对方换个人，此时他的双眼里一点情绪都没有，仿佛睁大眼睛就能传递情绪一样，木愣愣的站军姿，看起来不是一般的尴尬。这个状态总是能出现，站军姿的时候，男主的眼睛一直是无神的，就空洞洞的睁大，再配上一些奇怪的表情，这就是他的表演模式。不管交谈内容是什么，男主都能用瞪眼睛和嘟嘴巴化解，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他震惊一下，浑身的力气集中在一起，用瞪眼来诠释自己的心态。往后看也能发现，和别人说话就是打开男主瞪眼神功的开关。他和队友一起说话，提到自己还没有飞过，这下子简直是点到他了，立刻支棱起脖子，双眼一瞪来给对方一个刺激，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演技功底。还有一个男主的桥段，就是他总是出去相亲，2次相亲场合里男主都是吊儿郎当，刚认识说上2句，男主立马展现出他的个人技能，眼睛一瞪，眉毛一挑，这和油腻男看到美女没有一点区别。第2次又和女生相亲，还是那副装作不情愿的样子，但他演的感觉是心里乐开花装香呢。提到出去请客，这位男主更是直接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谢谢，真的有被吓到。这波张晚意真是把演技炸裂玩出新花样了。再看张晚意待播剧《长相思》的预告里，张晚意抱着杨紫演技爆发，具体的爆发方式是大嗓门嗷嗷叫唤，然后五官乱飞，看不出正常样子，这扭曲的演技实在是妨碍观感了。话说回来，在勇敢的翅膀里可不只是张晚意一个人善于瞪眼睛，演他好兄弟的米热似乎是和他私下交流演技了，于是能看到米热的表现方式也是挑眉和瞪眼这套小连招。被人激怒之后，他的双眼瞪出来也是空有形态，但一点神采都没有，而且他眼睛比张晚意要大，做这种表情说实话有点瘆人。不得不说，张晚意和米热真称得上是这部剧里的卧龙凤雏，别人是演戏，他俩倒是用瞪眼睛的方式来比起谁的眼睛大了，一点都看不出什么人物状态和情绪，装样的油腻感要溢出屏幕。不过这种瞪眼式演技的掌门人还的是杨颖，无论是《大汉情缘之云中歌》还是《孤芳不自赏》，他都能用眼珠子都要掉出来的方式刻画角色特性。之后也陆续出现了其他弟子，陈宝国的儿子陈义成在《山河月明》里瞪着眼睛用尽全力嘶吼着，把一个皇上演成了反祖的样子，当真是有独自的特色。陈宝国是一点也不骄啊。95花里就有赵露思出演胡同的时候，一双看着不大的眼睛使劲瞪出去，配合上各种浮夸的动作，硬生生把女主演成了病人，或者是故作老成把自己弄成了老太太样子，让观众有想要打她的冲动。但是有些演员确实是因为眼睛大，可能一用力就有瞪眼睛的感觉，但张晚意真不属于眼睛大的，就是太想要彰显自己的实力，最后用力过猛，场面弄得不太好看。
总而言之，勇敢的翅膀里张晚意这一番瞪眼操作下来，说演技好真的不够格，只能说之前剧里的人设给他的加持太大。也是借此要说一句，演员还是要注重提升自身实力，有些东西真不是能吹出来的。那么你觉得张晚意表现怎么样呢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